法国在2015年攻击美国海军航空母舰时，为何引起了中国密切关注？为何美军专家称中国军事专家的表现令人敬畏和害怕？2015年初，法国国防部发布的一份让全球观察人士好奇、让美军感到不安的报告短暂出现，然后快速撤回，几乎找不到任何踪影。该报告涉及法国海军核潜艇萨菲尔号在一次海战演习攻击罗斯福号航母战斗群，就是2020年被新冠肺炎团灭的这艘不幸的罗斯福号航母，在2015年被法国海军击沉。这是法国国防部发布的报告中最令人震惊的内容。迫于美国的压力，法国人迅速地撤回了报告。美国人指责法国海军，作为盟友，法国人也不应该表现得如此幸灾乐祸，特别是在公开场合。美军航母被击沉的消息，在美国控制的全球主流媒体的版面上遭到了封杀。很多西方国家的军事观察人士也选择了忽略这个消息，没有进行分析。但是中国人并没有错过这次短暂出现的令人震惊的消息。2015年第8期的《兵工科技》杂志对美国海军这一失败事件进行了报道，指出一艘核潜艇打击了美国航空母舰战斗群一半的军舰。报道中并没有为美军航空母舰被击沉欢呼，而是很客观地分析，这次仅是在演习中实现，而非实战。实战同演习的结果虽然可以互为参考，但无法相提并论。中国军事专家在这份杂志上发表的分析认为，美军的反潜能力杰出，且航空母舰有多层防御系统。但中国专家认为，即使这样，美军的航空母舰防御并非无懈可击。法国国防部的报告可信度非常高，也就是说，中国人相信法国的潜艇击沉了美军的航母，并对此发生可能性进行了多种角度分析。毫无疑问，法国人这次发布瞬间即逝的报告，给了中国研究反击航母的一个案例分析。美国海军战争学院专家戈德斯坦指出，中国军事专家虽然对美国海军的实力表现出了尊敬，但非常专注地研究如何击沉美国海军的军舰，寻求发展自己的海军能力。这样的表现令人敬畏和害怕。5年时间过去了，反过来看，中国军事观察人士密切关注打击美军航空母舰案例是多么的有必要。2020年，即使在遭到新冠肺炎攻击之下的美国海军也没有消停，他们变得更加疯狂，多次部署2艘、3艘航空母舰到南海进行军事演习，频度之高非常罕见。